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紧接着来关注一下尹锡悦，昨天逮捕令好像已经到期了。那现在他是不是要打一个延长战呢？他现在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他是用一个叫做大巴车墙，就是把5台巴士这个几台摆直的，几台摆横的，5台这样子放在他的官邸门口，不让人家进来，所以就是为着防堵这些来逮捕他的人哦。那第二次拘提尹锡悦再次遭遇到困难哦。那南韩的警方松口，他们讲说呢，现在考虑要直接逮捕总统的警卫处人员呢，因为他们就是协助，等于说不让人家来逮捕尹锡悦的主要的一个阻碍呀。那我们看到韩国的公调处抓不到，警察厅也就很为难呐。他们说公调处向警察厅发送公文，要求要协助逮捕尹锡悦，但是警察厅讲说你没有事先来协商，直接发公文给我们让他们就有点为难。他说你不能像转包工程一样啊。那这个尹锡悦的这个律师也讲说，这公调处这个做法不妥，你把这个事情就丢给了警察厅把这个调查当中的一部分权责像是委托给其他机关一样。那总统府现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强硬的抵抗，就是我用大巴士也好，或是用这个警卫处的人员也好。那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民族日报就批评就说奇怪了，这个一个民主国家暴乱势力怎么能够肆无忌惮的破坏法治？韩国的执法难道如此低效吗？也就是说，现在抓了半天，怎么还抓不了尹锡悦嘞？怎么会是现在这个连总统的警卫处这边都还要抵抗这样的一个逮捕令，让大家觉得有点不解那但是呢，现在公调处他们发文说，给警察厅之后呢，现在我们看看。警察厅现在已经是委婉拒绝了啦，然后所以等于是尹锡悦的总统大位保卫战已经进入到了延长赛那当然就是支持尹锡悦的人就说我们要誓死保护他呀。他们就说呢，现在尹锡悦是受到迫害的，因为有亲北韩跟亲中人士现在还多了亲中这一个选项嘛，就是现在这感觉好像也是我们国会也在讲的一个论调，就说亲中人士如何，反正就是要从外部找敌人来把他自己的种种作为给正当化，甚至他们现在喊起了韩版的 MAGA， 那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那可是明明就是在他的 A 就是 American， 为什么会在韩国喊 MAGA， 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甚至是把这个之前这个川普的支持者，他们在占领国会说停止偷窃直接把这个旗子都举过来，他们到底有没有了解这本身本意是什么也不太知道还是说他们现在想要吸引川普来站队支持尹锡悦呢？那我们看现在布林肯跑去就是韩国这一边，但是呢就在这个时间点，你既然在韩国在朝鲜半岛北韩有动作他们突然就发射了这个北韩在平壤周遭朝东北方发射了一个中长程的弹道飞弹，飞行了1100公里之后呢，落于日本北海道以西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外的日本海域，有可能会搭载这个极音速的载具。那这个是趁着布林肯来送给你一朵烟花那种感觉然后有点好像试射突袭金正恩威慑吗？那我们看到北韩的官媒朝中社讲，这有助于威慑太平洋地区的敌人。敌人是谁？敌人是不是现在来访的这一位呢？那我们看金正恩的讲法，他说这明显是自我防卫的计划与努力，不是攻击性的他说这样子的飞弹性能是全世界都无法忽视的，向敌方进行严重的军事打击，同时有效的打破任何密集的防御屏障。所以到底是冲着谁？有人说这是冲着川普，因为川普现在就职倒数剩2个礼拜，所以他是不是给川普一个警告？还有的人认为说不是，这是给拜登一个警告，因为现在布林肯来所以他是要这样拜登政府表达不满。总之是北韩都很不满就对了。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帅将军怎么看？韩国这个问题我看延长赛是会举行的。各位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里出政权了。那现在他的警卫部队就跟你对抗警察这个单位。所以这个倒不是关键因素了。假定说这个起诉连你这些从犯，就是你阻挡我去执行的，我把你定位为从犯，
可能会软化一点，但是关键不在这里，关键是美国会放弃韩国这个亲美总统吗？好，你看那些尹锡悦的支持者拿2个国旗，一个韩国国旗，一个美国国旗，就很明白了嘛，希望美国能够介入嘛，对不对？他就不应该叫 MAGA 了，他应该叫 KOGA 了 ，Korea Great Again。所以这个问题啊，我敢断言，美国一定介入，要不然布林肯不会去啊。你知道，美国对韩国军队的控制力远超过你想象。所以问题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一个原则：香港里出政权，何况还有一群老百姓支持他，所以这个延长赛会打得很久，而且会很乱。而且你不要忘了，尹锡悦是检调出身的，搞不好在野党那个李在明还比他先入狱的。被宣判了嘛，也是律师，所以这个问题啊，韩国现在真是叫乱局了，所以中国这个时候也有点出手了，跟韩国也在谈嘛，北韩又在施压嘛，但北韩当然不乐见你被美国控制到说威胁到北韩嘛，所以这一发飞弹就是警告美国啊，对，就是说他的飞弹打1000多公里，那韩国所有美国驻军的基地都可以被威胁，所以这个问题看这个世界局势啊，美国真的像上帝讲的无所不在，有缝一定插进去，所以我不相信美国会轻易放弃掉韩国这个棋子，要不然他东北亚的这个联盟啊就破局了。对，日本也石破茂也有点犹豫啊，有点动摇。那台湾这个岛链，中国大陆虎视眈眈，所以第一岛链，我看它在军事力量上是已经快要瓦解了。对，所以在加强关岛的防御哦，关岛也受到威胁。所以他在经营第3岛链。关岛以前是一个攻势作战的一个基地，就是支援前面第1岛链，威胁中国大陆。现在他转为防御态势，把陆战队调进去，陆战队调进去就是怕人家登陆嘛。然后他又在东风系列飞弹威胁之下，关岛的这个岌岌可危嘛。如果再派些大的这个登陆舰的话，那关岛可能被占领。所以他把陆战队调回来，因为从攻势，你看陆战队也是攻势部队，现在拿来做防御，那你就可以很明白，关岛摆出来的是防御态势。好，来请教苑老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老话了，就是不怕死的都怕不要脸的。那尹锡悦本身来讲的话呢，这真的是很不要脸的哈，因为他自己曾经公开对全国人道歉嘛，那现在躲在这个总统官邸就死不出来啊。青瓦台魔咒对他来讲，原来他很小心啊，他都不住青瓦台，现在没想到也是中了魔咒。重点不是青瓦台了啊。那我觉得的话呢，大家可以仔细观察有3方面了。第一个，我觉得尹锡悦知法玩法了啊，因为这个里面的话呢，原来他的逮捕令啊，是首尔西边的一个地方法院所发出来的啊。那昨天就是6号吧，6号下午1点就已经失效了啊。这里头讲的非常重要哈，就是说尹锡悦呢认为拖过逮捕令的有效期间的话，然后他底下的这个总统警卫队里面会认为说，一个被弹劾的人并不认为他就是没有资格代表韩国，他只是被弹劾。还没有被定罪，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要无罪推论了啊。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布林肯来以后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啊。这个转变的话呢，其实是包含2方面了。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布林肯其实是已经是昨日黄花了，没有必要来的嘛。就是他现在来了，选择韩国最乱的时候来，那么就有目的的嘛，有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尹锡悦。然后，但是呢，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况呢，就是说呢，就是他目前为止。驻韩美军的话28000多人的话，对韩国的影响力是有的。而且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美国喜欢见到一个分裂的韩国，不喜欢看到一个非常团结的韩国。然后第3点的话呢，这种反中啊、反朝的论述啊，在韩国也会发酵啊。就是因为原来的支持率啊，尹锡悦已经落到10几了啊，15、6吧，13、4这样子，现在突然涨起来变成34了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有很多人发觉呢，就是说尹锡悦呢指责李在明啊。是跟这个中国互通款曲啊，跟这个朝鲜的互通啊，这种反中反朝的这种论调啊，在韩国本身来讲的话呢，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反过来看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朝鲜发射这一颗导弹，像不像他讲的那个话，像不像是普丁针对那个
对这个乌克兰发那个榛果树导弹的内容啊，榛果树，榛果树的内容啊，我就觉得说是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这个俄罗斯跟这个朝鲜，他们这个军事同盟啊，这个都连在一起嘛。那互相的话呢，那这个朝鲜也派部队到这个库尔斯克去打仗，然后呢，那个俄罗斯这边的话也承诺要支持这个。那我觉得朝鲜这边支撑一下这个发的这个导弹，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啊，但是不可能叫榛果树啊，也不叫白杨木啊，但是基本上的话，他们讲的内容是一样，最主要是超高音速然后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朝鲜本身借这个机会也要告诉美国提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警告，就是说你要认为说你去支持韩国，我这边的话就跟俄罗斯连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是必须要注意一下这里面的情形的。所以在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到目前为止的时候，那个朝鲜都没有怎么说话，因为韩国乱成这个样子，大家不要误解韩国的乱不单单是闹了2次就是第一次戒严，第2次抓不到人。那其实韩国发生很大的这个空难事件，还有韩国很重要的市场当中有人乱开车，这个感觉到非常乱的情况下，然后那个北韩的话呢，只试射了1颗这种超高音速导弹，其他都没有讲。这里面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说对于北韩来讲，对于朝鲜来讲还不够乱，我们在等机会，看你更乱这个延长赛当中，北韩可能要出手了。来请教严老师。我不知道各位观众还记不记得这个尹锡悦这个戒严令刚颁布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取消了他去韩国的访问这个行程。那现在情况有变好吗？所以你布林肯可以去了，我觉得这是很奇怪，就让我想到当初一样的情况，就是埃及发生军事政变的时候，美国就是不说它是军事政变，因为你说了埃及是军事政变之后，很多美国要援助国家的条件它就不符合了。发生了军事政变，你就不能援助埃及。可是，埃及发生的军事政变是推翻了一个这个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这个阿拉伯亲哈马斯反对以色列的政权，那美国当然拍手叫好嘛。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今天布林肯去访问韩国，他是希望尹锡悦继续留下来，因为如果是左派这个李在明上来的话，那我觉得当然就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一些威胁。所以美国对不起，你又搞双重标准了。你不是很在乎人家不要搞这种我们讲说非经宪法程序维系政权的这种方式，你都要谴责，结果没有看起来不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同样是需要在韩国要保持它在这个政府的影响力。那我也觉得说，韩国今天大概看了美国今天介入的状况，看到尹锡悦好像有恃无恐，那未来的抗争会更严重。韩国传统上其实就是有一些反美的，包括学生呢都在内就是反美的这个阵营左派的。那我相信，当你看到美国这个布林肯去，好像是在挺尹锡悦的话，那将来这个抗争的状况会更严重。那对于北韩来讲，我觉得北韩今天当然就是你布林肯在这个时候来毕业，我送你一个飞弹，让你毕业旅行漂亮一点然后让这个拜登也知道一下，就是北韩还是存在的特别是今年第1炮嘛总是要让这个就是让美国这个重要的客人到了韩国的时候有一些感觉。但我真的觉得北韩根本不是会要去对韩国进行侵略，但他总是要证明他的存在。那当你美国要跟尹锡悦来这个结合来钳制北韩的时候，北韩当然会有一些动作。所以现在看起来，刚刚我也同意2位来宾的分析，韩国还要乱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尹锡悦这种拒绝这种政治的僵局对抗，那一定会有学生左派的这个支持者会走上街头去对抗。那也不要小看尹锡悦的支持者右派，我也知道在韩国有很多保守势力，包括一些教会，他们是挺尹锡悦的，他们认为跟北韩有任何的一些和解，或左派对于他们的这个一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会去挺尹锡悦。所以看起来这个政党极化到社会对立，大概就是韩国今年1年的状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
好，昨天有一个震惊全球的消息哦，就是没想到在这个川普上任倒数2个星期，又有一个这个国家元首请辞啦。原来是杜鲁道哦，杜鲁道，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川普好像特别针对他啊，又是跟他见面，然后当面洗他脸，说你来当我第51州州长吧。然后这一次的倒数2周，因为在1月20号川普就要上了，就倒数2周的时候，杜鲁道决定请辞，他现在转为看守总理哦，一直到继任者出炉。因为现在目前加拿大的政局非常的动荡，执政党自由党的民调大为落后在野党保守党哦，所以有自由党的党内就要求要换掉杜鲁道，要他请辞，这样的声浪一直压不下来哦。面对到这个党内的逼宫哦，然后再川普也是不是很尊重他，那所以呢，他在1月6号的时候宣布请辞自由党的党魁跟总理职务哦。那直到党内选出继任者，那换句话说呢，他就已经要走了嘛。那川普还不饶他，还继续发文，那就是呼吁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的51州哦，还继续在讲，他说：“哎呀，因为太多加拿大人喜欢成为美国第51州，美国无法忍受加拿大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巨额贸易逆差跟补贴。”那杜鲁道知道这一点，于是请辞了。那如果加拿大与美国合并，就不会有关税啦，税收也会大幅下降哦。这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谈判术？我真的能够把加拿大这样子谈着谈着并进去吗？恐怕很难吧。但他嘴上不饶人哦，所以他就说：“哎呀，你们接下来如果真的并进来的话，将会完全的安全，免受俄罗斯船只的包围威胁哦。团结起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已经把加拿大都已经喊话要这样纳入美国了。那再来这个，看到一些这个网络上面发文啊，就讲说啊，这个川普赢啦，杜鲁道请辞了，连这个马斯克都转发讲说，哎呀，这样看起来2025应该不错，就是开年一个好彩头啊。对他们来讲，这个川普跟马斯克2个人现在真的是让这个世界各国、欧美的一些国家相关的一些盟友国，现在都非常的头痛啊。那我们看到马斯克其实对于杜鲁道有意见，也不是这个现在才有，他早就已经把杜鲁道写进了这个死亡笔记本里面了。在去年的11月19号的时候，他就讲说，加美经济差距创新高，所以杜鲁道必须要下台。而且他还讲杜鲁道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工具哦，执政时间不会太长，直接讲人家是工具啊。所以现在他们要这个杜鲁道真的走了，那个川马现在可开心了吗？而且这个马斯克之前还转发了加拿大下一任总理的访谈。他在 X 上面发布了这个保守党的这个领袖专访的一个视频哦。那短短2天就有4000万的浏览量，还被马斯克转发称赞，也就直接已经在支持别人去了，完全不掩饰哦。那再来看到了欧洲这边也是受到马斯克的影响，因为马斯克不断在拨乱这个现在欧洲各国的这个政坛哦，他就是在鼓吹右翼吗？近日包含了英国、德国、加拿大的领导人哦，其实都被马斯克点名调侃哦。各国的极右翼领袖则是获得他的青睐，因此呢，近年来欧陆各国都现在在向右转啊。唯独一海之隔的英国是向左转。那自从英国工党去年7月上台之后呢，马斯克便一直在攻击这个英国的新任首相施凯尔。那德国在2月13号提前大选，马斯克现在已经表态啦，他会支持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所以华盛顿邮报就在讲，马斯克是不是在试水温哦？他想要形塑自己在全球政治的影响力。这真的是一个蛮新的一个做法哦。他虽然并不是领袖，不是一个一国元首，但是他却有这样子撼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因为他可以左右川普嘛。那我们看施凯尔就在讲啊，他说这些就是英国的首相回应哦。就讲说你这已经是越界了，因为马斯克还批评了英国的这个议员，所以他讲说你们这样子的一种评论已经是对于我们英国政治是越界的。那还包含了连法国总统这个马克宏就讲说，这个一直在对欧洲下指导棋10年前谁能想到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之一的所有者会支持一场新的国际反动运动呢？而且直接干预选举。
包括在德国，挪威的首相也是在讲啊，一个拥有社交平台、手执巨大经济资源的人直接干涉他国的内政，实在是令人担忧哦。所以现在欧洲恐怕都很头痛这个马斯克的这些作为。那再来这个川普的大棒哦，真的是乱挥，不仅是欧洲被搅乱了，加拿大被搅乱了，那现在中国大陆这边也有一些风吹草动哦，就是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个新的名单。那当然现在还是在拜登任内啦，但是他现在讲说，要对于这个腾讯哦，还有宁德时代要列为中国军方合作的企业哦。那对此呢，这个反映在股价上面，腾讯重挫了7%，宁德时代大跌了5%，他们两个都喊冤呐。腾讯要讲说这是一个错误啊，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个军工企业或军火供应商。宁德时代也说我们没有参加任何军事相关的活动哦。那这会不会也是这个拜登要留烂摊子给川普呢？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了这个川普加征关税，科技业现在很担心，因为像 CES 的主办方就讲说，恐怕整体科技业的产值将会这个减少4.7兆台币哦，这光是这个关税的冲击。大陆的学者也说，如果川普加征了60%的关税，那中国大陆对美的出口恐怕会减少85%之多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帅将军怎么看？这个马斯克跟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个人物很像，秦始皇前面那个吕不韦，一个商人，纵横春秋战国的7个国家。这个马斯克搞这些东西啊，我上2个月以前讲嘛，世界大乱开始了嘛。你看这个欧美的强国这次都被波及了嘛。加拿大要辞职，眼看着肖兹也要下台，马克宏现在变成波压，这国会给他不信任，也失效了嘛。挪威这些国家在我们以前看起来是 G7 的这个主要强国嘛，现在都被他春水吹皱一池春水，对，全世界乱了，这几个都是经济大国啊。第二个，你再看这个川普，我觉得川普的思维啊，有点像希特勒，领土扩张主义，像左边一并啊，加拿大多大一块啊，对不对？那下面呢变附庸，对不对？这边呢要格陵兰，对，那边要巴拿马，你不是像希特勒当初要扩张到整个欧洲都是他的嘛？所以它也是一种变相的扩张嘛，而且这种扩张还真的威胁人家。你想加拿大在他的淫威之下变成51州不是不可能啊，对不对？卡到你的经济，又管到你的安全，你往他那边靠，所以这个美国现在叫始作俑者是乱了，世界大乱的一个始作俑者，又把全世界的经济统统打烂。产业链打断了嘛，片片段段，谁都不好做生意。你不能买我的零件，我不能卖我什么东西出去，那不是天下大乱吗？第二个，腾讯跟宁德，他们一个是电池，一个是这个通路，怎么影响国安呢？因为你赚钱，因为你会帮中国赚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国安这个理由太好用了，包含我们台湾也在用，动不动美国人大蒜都影响他国安啊。那台湾也是一样啊，你只要有中国籍的户口了，你就可以怎么样。所以国安呢变成无限上纲，变成政客拿来做无限上纲的一个手段。再加上司法，这个两个一配合，杀人不见血的东西就出来了。这是变相的一个恐怖啊，这是另外一种恐怖，绿色恐怖也好，美国的这个伟大恐怖也好，这个真是造成今天大家生活不安宁的。你想想看，每个国家都在遭受气候变迁的灾难，大家结果不管，拼命造武器，你打我，我打你。这是我们以前一句老话，你作死不远的了，对不对？气温再升高2度，你看看整个世界变什么样子。没一个人 care， 没一个人关心。前面教了几年的气候变迁，这个去碳化这个东西，现在没人忘了。拼命石油拼命挖，美国挖还不说，还叫英国把北海油田开来挖，那不是气候更烂吗？对，好，我们来请教苑老师。我在这边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马斯克在干什么哈，因为我们这边的
讲到说马斯克挺欧洲极右派啊，我就觉得说是这个欧洲极右派，我在欧洲住的时候啊，那个极右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名词啊，尤其是在德国现在马斯克的做法的话呢，这大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极右，什么叫极左啊？极左是我们从小的话呢听的故事很多就是说是土地改革什么的，这个叫极左那个极右的话呢，大家不了解因为我们原来都不愿意提就是希特勒那一套就是说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川普完全受到马斯克的影响因为我一直是不了解政治当中有一个事情很奇特就是说为什么汉武帝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了不起的皇帝就是说我认为一个皇帝的功绩完全是看他上台前跟下台前的领土加减以后算起来的。因为马斯克本身要占领格陵兰要收编这个加拿大要搞那个巴拿马。因为今天的话呢，这个川普的儿子就跑到格陵兰去了，然后强调我爸爸很认真的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话呢，这个叫极右派现在马斯克本身放风声他其实已经是严重的违背到了一个政治上的运作。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刚刚说过，在欧洲的话，极右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川普做这个事情他大权在握，也搞极右派那还得了大家要知道那个法国本身目前就发生在极右派，那最严重的当然是德国了。德国的话呢，叫做这爱丽丝·魏德尔目前为止另类选择党现在德国马上在2月23号就要大选了，那声势看涨那另外的话呢，马斯克不但批评了这个德国说这个薛兹是个傻子然后他也说了英国马斯克对英国的批评不但支持他的极右派，但是现在法拉吉现在又不支持了。但是他把现任的这个 Starler 讲的说是超大型的强暴事件灌在他头上我跟你讲，这个你们节目都不敢登我还不晓得真的假的，太可怕了。所以在英国、加拿大，然后什么所有的国家独偏好喜欢这个魏德尔，喜欢德国的另外喜欢意大利的极右派就是梅洛尼亚那么这个里面整个改变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开玩笑这个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大危机变成极右派。说句良心话，大家如果对政治哲学稍微有点了解这个20大战以后的秩序就是在反对极端反对极左，反对极右。到现在制造出来这个结果，有他们的发展的话呢，产生这个结果非常严重因为马斯克这超级有钱，如果他没有钱的话，像我现在骂一骂这个德国人，骂一骂法国人骂一骂加拿大人就没有影响力但是他不一样他不但有影响力，有钞票影响力、超能力之外，他还能够影响到川普。川普没啥大脑，川普的大脑就是马斯克大脑，马斯克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这样子搞起来的话，那不得了。而且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一再强调，马斯克的关税战如果有用的话，所有的经济系都应该废掉所有的经济所都应该废掉如果说是关税这么有用，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有这么大帮助的话，你经济学都不用学了。好，来请教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杜鲁道他父亲那个时候在加拿大执政大概超过10年嘛，之后最多加拿大有几个总理都任期蛮长的大概都是接近10年，那他现在也是第9年，快要到第10年到今年年底，所以大概也做不下去了大部分加拿大这个政局，因为他们也是小选区制，然后呢没有比例代表制，所以一旦这个出现政治氛围的变化的时候，是会惨输就是你本来是执政党，一下变成只有这个2位数字的席次就跟英国像是保守党输掉那么多类似的所以看起来加拿大就是不乐观。但即使不乐观，对不起，我要提醒一下川普政府很多美国人其实很想住加拿大，没有很多加拿大人想住美国，你不要搞不清楚就是我们这样讲，我们不是川普选举完还有一个地图，从加拿大从加州一路到华盛顿州，然后一路过来到明尼苏达州，再到纽约州，都是加拿大的。他们民主党阵营觉得说，我们干嘛还要留在美国加拿大的社会福利比美国好，很多老人家愿意在加拿大，特别加拿大对老人的工作他没有歧视，所以加拿大是一个当初很多美国，我一个在美国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一个同事他想移民加拿大，才40多岁，加拿大说他想来拿我们的社会福利还不给了，他们要年轻人
他们要年轻人进去，所以不要以为加拿大是要加入美国成为51州，我觉得还有不少美国人宁可到加拿大生活，过得比较有尊严。就像我跟我的在美国教书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如果到欧洲去，不要说你们是美国人，说你们是来自于美国附近加拿大那个地方，因为我在阿拉斯加教书离加拿大很近。我说你们美国人都不知道你们在欧洲有多受人讨厌，欧洲人特别讨厌美国人他们都不知道。那我觉得所以美国大兵多了，对呀，川普，所以他们讲这些话搞不清楚，然后你去干涉这些国家内政，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奇怪了你跟这个极右派搞得很好，可是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又是比较偏左的。我常常会做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政治光谱大家都觉得是左右，对不起，左右绕到最后面极端的时候又在一起了。对。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华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绿营现在是不是继续让网红来打这一波认知战呢？他们就一直在吵了，就是像《金融时报》也在说这件事情。好像一连串的从上到下在带这个风向，就说哇，我们台湾人现在去大陆办身份证，但事实上到底有多少人呢？网红是讲说有10万人，然后就内政部抓到2个人，还是影片当中说的2个人哦。那我们来看看《金融时报》跟着唱和，他说中国促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在当地办居住证，甚至是身份证哦，好让台人融入这个中国社会，此举敲响了台湾的警钟哦。那官员非常忧心台湾的管辖权会因此受损哦，并且呢变成北京干预台湾内政打开大门。然后呢，还有一名制定对于中国大陆政策的台湾高阶官员指出，我们担心如果一个有中国身份证的台湾人在这边涉入某起事件，中国可能会说他们必须要处理此事哦，因为这个人是他们的公民，然后干预我们的内政哦。但是其实讲道理，我们有非常多的台商还有在那边就学工作的一些人不论是去那边创业的人，那他们其实真正的原因，他们要办这3证呢，就是居住证、银行卡跟电话卡，人家是为了要在当地生活，就是你在那一边你没有电话卡，难道你要一直用台湾漫游吗？然后你不办银行卡，你怎么领这些？如果你的员工会有一些薪资的话，还有甚至呢，居住证你也是必须有一些报税相关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内政讲成说这是在影响我们的内政？所以足以见得我们的这些所谓高阶官员或者是这些网红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反正就是我觉得你有办这3个证，就代表你是就是可能是中共投入人，就是不明就里，给你扣红帽子。那再来，他们讲说现在中间人只要拉一名台湾人办就可以拿到3000块人民币，换算起来新台币大概是13500元，真有这个行情吗？其实这个其实反而是很多台湾人想要去找代办，因为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搞不好中间人是在赚台湾人的钱，所以你确定这个是台湾人去那边办会有这种行情吗？是让人家非常质疑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国防院就有一个民调，就讲说其实有半数国人对于军演是无感的，对于说反而少子化、能源短缺的议题大家比较有感。也就是说，是不是不论你们这些侧翼或者是绿媒网红一直在那边讲说中国大陆多危险、多渗透什么的，但是国人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感受，你们吵半天好像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效果。那再来我们看到了阿尔及利亚，就最近大肆采购这个中国大陆制的 C-28A 型的飞弹护卫舰以及 F-15A 型的轻型护卫舰，然后又向中国大陆订了6艘 F-15A 型的护卫舰计划在这个阿尔及利亚本土完成这个建造工程，显现呢，就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的制造的技术是高度的认可，还有许多的欧美军事专家现在都在讨论大陆的新世代战机那他们讲说未来空战当中可能会有更多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些新战机亮相呢，他们就说代表着他们研发的方向应该是网络中心战指挥中心
而非这个一线战机。所以现在这个积极开发新一代的这个明确讯号，他们觉得说可能是更包含了一个网络中心战。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些军事上面新亮相的一些武器美国是怎么反应的？首先，第一个反应，他们是讲说，我们美国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6代机计划，还不针对某一型的战机我们会把这个有人战机、无人战机相关的配套组成一个家族也就是说，接下来有人的战机要控管指挥3到5架这个无人的战机来做协同作战，所以我们没有输。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讲说，他们这个6代机搞不好是一个圈套，想要让我们美国中这个圈套，因为美国智库就觉得呢，就是这个。中国大陆不见得真的有这个歼36他说歼36可能是要诱使美国投入巨额资金来追赶。那所以如果我们进了这个圈套的话，我们恐怕又会在这个军备战当中自我消耗，这岂不矛盾吗？你们自己又说有做，然后一方面又讲说你弄那个想要让我做，那你到底要做还是不做？就是觉得美国不知道心里怎么了。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中美在南海杠上因为在黄岩岛这边发现到中国大陆最大吨位的海警船，那菲律宾就立刻派了巡逻船跟飞机来监视他们说我们不畏挑战，就是会继续这个来监控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那这样的一个海警船出没呢，这个中方说这是对于黄岩岛的管控势必要收紧，因为已经把这个领海基线公布了嘛，所以接下来恐怕菲律宾就是要面对，也要习惯中方这个维权执法行动的强度升级跟变化。那菲国的议员就讲说这个应该要扩大美军活动的规模我们才能够抵御境外的侵入就换句话说，就是也有一点那个跟台湾同一个心态，就是美国必须要来支持我们他们现在赶快在呼叫美国真的会来吗？我们看看现在这个解放军有一个新的兵推，就说055大区被美军10枚反舰导弹摧毁之后，他们现在这样子突然就是兵推模拟美军突然开始对于中国的舰队举行大规模的攻击从不同的10个平台发射了10枚的反舰导弹。那这款隐形反舰导弹究竟如何围绕其核心作战能力来制定作战模式呢？他说这个现在是美国的关键机密因此呢，解放军他们现在就是从严来考量这个状况，来帮助解放军制定更有效的对策来应对潜在的军事冲突所以解放军也是有所预备，对于美军的种种动作。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首先讲055大区做这个演习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大型船只像055这种万吨级或者美国的航母一旦被飞弹攻击都有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你付出代价太大了，对方的这个几个飞弹就把你干掉了，所以他必须从严从难的去假设各种形态的飞弹，有的是垂直下来，有水面过来的，有高音速的，有次音速的，他都要找到防范的办法，要不然的话很难存活在战场上。但是他因为体积大，而且是官兵多，这个损失就很严重，所以演习从严从难是没有错的。第二个，我们来谈这个阿尔及利亚为什么要买船？你看它的位置就在地中海。地中海周边的比它强大的国家太多了，西班牙、意大利，对不对？法国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自古以来地中海就是一个海战的一个场所嘛。阿尔及利亚虽然是一个弱国，它也不能没有海防，所以它这个时候向中国采购既廉价又有效嘛，因为中国的船坞多嘛，造船能力强嘛，武器系统也算是相对不错的，对付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海边的这个海防来讲是足够的。那他还希望引进这个造船技术，能够自己造，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台湾搞这个名堂又在搞危言耸听了。你到大陆去，不管去旅游干什么，你没有台胞证，你什么地方不要进去了。你没有那个什么微信钱包你什么钱都付不出来。那这个东西，尤其台商要长期在那边做生意的，他办一个户口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呢？这很自然的事嘛。他们连不同省份都对是嘛？所以这个问题你像我们这边一天要把装鬼吓人，就把人家讲成这个将来上造成国安问题。还有把台内里面很多这个
触统的那些单位就列为第5纵队啊，打仗的时候还准备加以扣押拘留。就做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你不敢面对中国了。其实我们也都从中国来的嘛，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所以这个问题啊，你越是这样做，老百姓并没有感觉啊。对。但是你这样做，台独的倾向走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当然大家会怀疑3年5年之内老公会动手。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民调反应。对于金演为什么无知呢？无感呢？已经演了这么多年了嘛。我再三讲，人家造了380多条新船，弄了1-2千架飞机，他不练，他怎么成军呢？对不对？不是说你在课本上读了几本书，你就可以开飞机，你可以坐船了。所以很多的演习属于他自己内部的这个训练，但是有少数几个演习是针对台湾裴洛西案件啦，或者台独的这个宣言啦，或者是国情讲话了，他要做一些警告性的军演。那么最近现在国防部连人家的行踪啊、航机图啊都不画了嘛？你叫我们老百姓怎么会有感觉？当然没感觉嘛。当然你也可以说狼来了，狼喊多了就没感。现在问题就是说，台湾老百姓觉得你有必要打一仗吗？你有必要去打一个像乌克兰的战争，来换到你的所谓的台独的尊严吗？对啊，这个东西划不来的。好，来请教苑老师。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一开始啊，这个消息啊，连这个《金融时报》里面讲，这根本绝对是假消息啊！因为我自认啊，在这个所有这个评论名嘴当中，跟大陆是比较熟的，因为常常接受访问、去大陆开会啊什么的嘛，也还有亲戚。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啊，拿身份证是很难的。因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台胞会拿大陆身份证的。我碰到过在台湾、在大陆投资30多年，他的女儿讲话一口卷舌音啊，还要强调自己是台胞啊，有优势嘛？这个怎么这个概念都搞不清楚呢？大家去问一问嘛，很少人会拿大陆身份证。居民居住证原来以为是方便，买高铁方便，因为早先买高铁很不方便啊。台胞证拿了高铁要排队排得很紧张，我自己排队排的都差一点心脏衰竭了，吓得要命啊，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台胞证，去过大陆的人一定有台胞证，谢长廷、陈水扁他们都有台胞证啊。那亮哥啦，这个什么，这个郑源他们一定有台胞证啊。那么这个大家要分清楚，我必须要强调，这个消息是假的啦啊。然后所以说才会刚刚翟轩在介绍的时候说。调查了个半天啊，说只有10万人，其实只有2个人，因为这个根本在权益上不对等嘛，没有一个台湾人会去换成，这大陆他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你要知道啊，开什么玩笑啊？就大家心里稍微动一点脑筋想，不要以讹传讹了。好，那另外的话呢，我就是强调说是，接着我就讲什么办这3证3000块人民币，开什么玩笑？我跟你讲，前一阵子我们系上跟武汉大学交换的时候，我们派了老师跟学生到武汉大学去，他们就问我第一件事，这个钱怎么换呢？我说用微信转账，那微信怎么办呢？微信的话实名登录嘛，实名登录你就要有电话啊，你就要有你就要有这种银行户头啊什么的，这都很自然的事情嘛，就没有一个例外，还3000块呢，开什么玩笑啊？我根本就觉得说这个是为了你自己好。啊，那么这个大家会这样子不了解，我觉得，但是这里面凸显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两岸之间这不理解啊。刚刚我们将军讲了，我们两岸之间的话呢，全世界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都认为快打仗了，开什么玩笑啊？大陆我现在讲到说这6代机啊，说什么？我告诉你啊，美国人老早就先做这个6代机叫 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啊，就是这个 NGAD 啊。做不出来，为什么做不出来？跟 F-22要停产道理是一样。美国人估计一架飞机要3亿多美元呢、美国哪里有办法能够协调这种价钱出来？成本太高了。现在大陆做出来了，变成陷阱。大陆做出来，因为你没有，所以我也不用生产了。你一生产，我早就成对了。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美国人本身来讲，他这个成本是他国防中最严重的一个部分啊。因为美国的国防贵的简直离谱啊，一包螺丝，这不是我讲的消息，美国人议员直接问的，一包螺丝卖5万多美元呢、8万多美元，现在又涨价了哈，不得了啊！你卖给台湾东西的话呢，都一直不停的在经过纠举、经过检查啊，都太贵了。
而且纠局检查是美国自己的司法部啊。美国现在的武器太贵是一个非常严重问题啊。我说句良心话，出在美国的话的通货膨胀问题都非常严重。那这个本身就是原因，这个什么叫上当呢？就是你自己活该这么贵啊。好，来请教严老师。我想啊，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绿营的侧翼他们要谈大陆这个身份证的问题也好，或者是说居住证，当然我们台湾的政府官员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我觉得该骂啊。可是台商或者一般的老百姓啊，如果说他只是进出方便，譬如刚刚将军也讲了，你今天要办这个教授也讲了，如果你今天在大陆要走的，你要旅游也要支付，要买东西，你一定要有支付宝。支付宝以后，它一定要你有手机的话，手机的号码就要有银行户头，这3个都绑在一起嘛。那我觉得这些都无伤嘛，就跟你台胞证在大陆走，包括我们赖总统当然也去过，也应该也有嘛，对不对？不是应该有，绝对有，绝对有，都有赖的台胞证。所以你今天做这个议题没有什么意思。好，就算今天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跟苑教授这样讲，我说就算你今天真的有1、2个是大陆的公民，好了，他们放弃了台湾比较好优渥的待遇，好，就算有。那就像我们同样啊，我们在台湾不是也有很多是美国公民吗？对。那难道我们现在没事？今天这个公民在台湾掳人勒赎杀人，然后美国说我要管不能你们不能把他来境外法权，境外法权不可能嘛？所以我今天觉得他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啊，你继续嚇人。我自己是因为我去大陆，我就只一个台胞证就够了，我开会，然后我大概就是旅游这2种嘛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些做生意定居的，包括定居的，他主要的原因还有他的小孩，还有他的配偶眷属，在美国在大陆还要读书等等，他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如果今天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很喜欢为难自己人，就是每天把自己台湾人好像只要在那我们就内部找敌人，然后我们内部找，然后我们到底要不要去跟对岸去做生意？如果完全不做，我觉得可以啊。你今天就宣布以后不做了，我们台湾什么大陆的钱都不要赚了，我觉得这也可以。但你不能同时又想还要继续赚他对岸的钱，然后又在做这些批判。那我觉得大陆在阿尔及利亚这个案子情况，就让我看到，就是说今天当他大规模有这些军事设备的生产，包括武器，包括这个军舰、飞机等等，它就有一个经济规模，它会越做越便宜，然后呢，它有市场了。对不起啊，像阿尔及利亚这种国家跟美国的关系不是很好。这个全球南方有很多国家，可能美国还不愿意提供很多东西。特别最近在非洲，不少国家把美国跟法国给踢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大陆的这些东西对他们当然有吸引力。那如果今天美国所担心的，我认为只有一个，就是说原来这个我在全球我的这个军火工业卖得这么好，现在怎么竟然有人进来跟我抢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部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